好久不见啊！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一刻评，我是一刻。是没错，这是我新开的一个坑，主要做些简单的评测并说说感想，比如玩起来什么感觉，好不好玩。视频质量可能一般，时长也不会太长，这款时长不太好说，主打一个分享为主。那说回玩具啊，这大概是我今年玩过最炸裂的成品玩具了。什么成品玩具？现在 AY 不一直都是 GK 套件吗？炸裂到我第一次这么想跟视频。先说感受啊，它让我感觉是在吃一份屎味巧克力。我知道你还想做巧克力，但是各方面都让它尝得像屎。总而言之是 AY 系列向着低门槛偏精致模型方向的转型，与想做高可动有意思玩具之间所产生的矛盾，造就了这款上不去下不来的作品。我这款除了胯部的逆天暴击被我粘合了以外，没有做任何修复那个不修复都平射不了，所以是到货后最真实的状态。那接下来我会按照中奖情况、具体问题、本体、配件这种顺序来评测。我会尽量以一名普通玩家的视角，来描述玩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，好让大家看一看，去年给众多山口粉带来希望的robot有多好吃。首先是中奖情况，这次中奖规模真的可以用逆天来形容了。就是我收到一款没有特别碍眼的掉漆，不会玩着玩着掉腿崩零件，没有零件变形的这种货，这才算中奖的那种地步。不是你一个小半千的玩具用这种质量应付玩家。先说我这次情况吧，一共中奖有5处，其中3处是比较严重的。首先是头部。老实说我不确定这个缩胶是不是一开始就这样了，当时是先注意到脚意料之中的歪了，然后准备用电风吹伺候。大家千万别模仿啊，这个脚是分件，材质又脆，一吹脱胶了，我想给它凹正，凹一下就崩飞了。老机器人玩具有弹射功能很正常。然后吹完之后才发现有缩胶的，导致我怀疑一开始只是注数不均匀，里面有气泡，然后被我吹缩起来了。我用的还是吹头发的电风吹，就如你所见。第二个是小臂这个盖板它合不严实，这个消个妆就好了，大概没事。接下来是最难崩的胯部就这款胯关节有一个类似拉伸关节的机构嘛，然后这个拉伸关节调得巨紧，然后我用手指伸进去准备拉这个关节的时候，然后不知道挤哪里了，它这个裆直接炸了，它炸裆了。主要原因就是这个裆它2片合，然后它这个接触胶的面积又非常小，然后其中脱胶了，然后现在就严重怀疑它这个选的什么料子，根本吃不上胶我天线也是脱胶的，捞掉的。然后就是大腿根部的重力感应，我开合腿直接掉了，我都不知道该说它是重点还是通病那病的还挺严重。最后就是飞翼的脱胶，我去，这到底什么料子？这太离谱了。算了，这个还好，也能修。大概情况就是这么个样子那下面呢，我把玩感受和整体问题一起说吧。首先最影响一款玩具把玩手感的方面，材质。我知道海洋堂想把它做的稍微精致些，所以用了偏硬的材质，但他又想大部分的保留高可动这个特点。这个我理解，但我不知道是海洋堂钱没给够还是咋地。海厂的这个品控它总是达不到预想的那样，现实情况根本跟不上想法。你1次2次还好，你说代工厂拉稀了，但你隔三差五的就穿一次。在以前做纯玩具的时候，这种情况还不明显，主要体现在这种漆面上面。但近些时候，品控问题偶尔出现在材质上的时候，这个矛盾就有点突出了，特别是这款魔神 Z。 所以我说上不去下不来，工厂水平只能做玩具，但又想做的精致，强行赶鸭子上架，最后只能闹笑话。不，还怎么这并不好笑。这种问题具体反映在玩具上，大概就是头部想掰左右探头的时候，如果力不小心按在头部单肘关节上，有可能会崩断。大臂旋转关节过紧，用力转会带着肩部球关脱出，以及偶尔把玩太用力弄疼玩具时，它会通过发出
的声音来恐吓玩家，等诸如此类的非设计性问题。关节松这种我都懒得提了。总之，我们来看看本体和可动，深入来看看它的问题了。其实刚入眼并摸到它那一瞬间啊，我真的感觉到一点高端的那种味儿。我这款漆面其实还真能夸，整体特别亮，蓝色和银色也比较细腻，具有那种金属颗粒感。并且抛开重奖，这头雕还真挺正的。然后来看身形，这次身形修的真的很棒，是那种特别敦实的壮汉形象。我真的一直很喜欢山口这种，在还原基础上修身形的这种操作，会有种，挺还原的，但是怎么感觉比原来帅那种感觉，力道控制很微妙。整体全身上下几乎没有任何穿帮，这也可以看出来还想朝着精致的方向转型的想法。接下来试试可动演示，头部是一个单轴配上根部球冠，转头全部由根部球冠提供，但是根部球冠又调教的很紧，单轴材质又脆，就真的很害怕它转着转着单轴给转断掉了，受力点都在单轴的关节上面。直到胸腔与肩部，胸腔就是老样子的这种关节，然后肩部这里和之前擎天柱一样，是一段转轴和一段球冠。我们来对比之前的，像之前的肩一般是通过转轮向下斜插来达到手臂前伸的耸肩效果，但缺点就是转轮暴露在外，关节穿帮很大。那现在这是魔神 Z， 抬手我通过球冠来实现，可以呈现出这种正常状态下的平举。耸肩则通过第二段的转轴来实现，呈现出这种发力的效果。也就是说，我可以选择它的耸肩与否。结合上胸腔关节，就能很好的摆出经典的火箭飞拳 Rocket Punch 的 pose 了。虽然复杂了一点啊，但是防穿帮的同时自由度也有了，给我感觉是那种既要又要的关节设计，既想要关节的隐藏性，又想要可动高超。但是啊，海社的品控绝对不会放过你一，还让他把这样的关节调教成了超灵敏重力感应，在拍飞拳 pose 时，手臂会频繁指向地面。我理解了，这是山口的引导设计，在引导你去摆砸地。哇，太伟大了，山口老师！还有在拍这种打 blue punch 的时候，我把双手这样向前伸嘛，很容易呢就会出现这种状况。我姑且叫它火箭飞胸 Rocket Burst。妈，老玩具有弹射功能很正常，而且即使我想起来去调整它，它这个轴又调教的太紧了，扭它的时候又把球冠带出来。就这样。那我们来看看手臂，这个肘关节真的巨紧啊，然后肩膀又是球冠，导致我只要不用两只手去掰手臂，就有几率把手臂弄脱掉。然后它大概能弯这么多，我其实觉得够用。我一直都不是很在意这种壮硕机器人的曲肘幅度，感觉有个90度就行了。然后腕关节有点摆动幅度。接着到腰部。腰部黑色部分还有一个分件，我没想到啊。关节就是很普通的两段球冠，原谅我不敢拆。弯腰大概90度，挺腰一点点。转腰大部分由上半段提供。接着就是胯部，这次的胯怎么说呢？它通过2个卡槽卡在内部的关节上的，可以进行轻微的转动臂浪。内部关节呢有一个下拉的机构，这2个相结合就能把前踢踢得很高。但我之前说了，这个下拉关节真的调到巨紧，已经不敢再去拉这个关节了，怕又搞炸裆了。顺带提一下，我这个下拉关节甚至还合不拢，哇，太棒了这个品控。接下来就是最抽象的地方，大腿根部，哇，这就是你高端起来的证明吗？它甚至在这里用了金属关节，但首先金属摩擦力本身就不够，其实它这个装啊，
做的又细又短，最后他甚至连防脱落环都不愿意做一个，最终就造就了这个超重力感应火箭飞腿。你但凡把桩做长一点都不至于这样。不过我这款右腿阻尼感是真的还挺不错的，我说还真的有点高端感了。然后前踢前踢大概是这样子，然后后踢是这样，然后侧踢。总的来说呢，我觉得胯这一块就算做成老山口那种淡淡胯也不是不行，现在这样属实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了。再来是膝盖，膝盖呢用的是双关节，我这款的手感还真的可以，阻尼感真的挺好的，双关节弯曲幅度很大，但因此膝盖头很平很厚。不过毕竟是机器人嘛，这样也挺不赖。但是这边有一个玩起来特别不爽的地方，虽然这款已经没有哪些地方玩的爽了，就在打直小腿的时候，护甲会和大腿打架，我觉得这个挺不应该的，就算设计问题了吧。感觉为了美观已经可以牺牲把玩流畅度了。还有个解决办法就是让双关节的第一个转轴调松一点，而第二个转轴调紧一点，这样子我在转动腿部的时候，先弯曲的是第一个转轴，就可以避免两个零件打架的问题了。但显然海洋堂并没有这个实力。最后脚踝，上不行，下还可以，左右也都还可以。总而言之呢，就是一言难尽，已经不想再演示 pose 了。配件方面附了一架飞翼 Jetus Clown 的，材质依旧是那种很脆很脆的那种，已经没有力气去搭载它了。然后是一对 Ion Kata 的替换件，一对发射朵莉绿 missile 的替换件，一堆火焰特效件，一堆替换手以及支架。替换手我都懒得拆了。这次的特点是胸口火焰 Brestohoya 的特效件，我也没拆它。以上大概就是全部内容了。之前还没到货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有一个人是这么评价这款魔神 Z 的：玉不掩瑕，我觉得还挺形象的。有些地方呢，我确实看到了设计的新意，但实际在把玩的过程中却极为难受，不顺心的感受完全压过了惊喜的感受。巧克力实质却造出了屎一般的味道。转型当然可以转型，让自己的产品面向更广的受众，但你首先需要有足够的实力去支持你的转型，而不是拿做玩具的水平去强行走想象中的路。我不知道代工厂内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绝对不是一次两次了。半吊子的产品，越走越高的价格，还要让部分 IP 给徒弟试水，就这样的现状，应该拿什么和其他厂比呢？就拿惊奇山口这个名号吗？总之，作为玩家，这样的状况肯定是我最不想看到的。最后，非常不推荐大家购买。如果真的很喜欢这款产品的话，建议去等等再版。以海洋堂这种性子，说不定过不了多久就给你等到了。最后再说说更新问题啊，其实新视频有在剪了。总之先贴个预告在这里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我们下期再见。